到景图教育这一个免费的直播公开课堂，我是景图教育的雨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目前就是我桌面上面就是 UG 我还没有打开我的那一个产品啊，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个分模。分模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像实体分模啊、片体分模啊、实体加片体的分模方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实体和片体相结合的一个分模方法哦。其实我也是比较习惯性用到这种的分模方法，但是这种分模方法它对于新手的话，可能说因为它报错的一个几率，它会比片体分模的一个报错几率要大。像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像秦宇老师他所讲到的分模方法，第一次就是会教你们呢去用到这一个片体分模，然后再实体分模，然后最后面呢再就是实体加片体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分模方法。分模方法有很多，其实这个东西的话也并不是说一定要非得要用哪一种，取决于你自己去喜欢用到哪一种。那首先在这边我的 UG 是打开的这一个状态哦，我们在这一边呢点击文件，然后选择到这一个新建，也可以按快捷键 Ctrl 加 N 直接打开来。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要去给大家去设置一下，就是我保存的这一个文档我要去放到哪里。如果说你没有去指定的话，它所在这一边，它是给你去就是新建到你这一个安装 UG 安装包安装它的一个路径里面，像这个 UGII 里面。然后我在这一边呢，那我就给它呢放到我的这一个一盘里面，然后选择到我们的一个上课案例，在这边呢，那我就给它去放到这边来了。好了。然后在这里呢命一个时间，命一个时间的话，那我在这一边我就去命呢今天我们的一个日期就是24年1月5号，然后直接来点击确定。好，新建好文档之后，在这一边新建好文档之后，我们的这一个坐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坐标，这一个它是一个草图坐标，对于我们模具设计这一个坐标，它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呢给它直接给它去删除掉，这个坐标没有用的它就是用到于一个就是一个基准系坐标，用到于一个草图的。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把我们的一个绝对坐标给它来显示出来，怎么去显示？在格式里面我们选择到了 WCS， 然后在这一边呢点击这一个显示，我们所要到的就是这一个绝对坐标。好，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文件把我们的一个产品导入进来选择到文件，然后选择到导入。导入这边的话，它导入有这一个格式，有 X-T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格式，或者呢 STP 这两种会用到比较多。还有呢就是要么就是 Pro 的，要么就是一个 IGS 的，这几种呢我们基本上 X-T 和 STP 这两种规格会用到比较多那我在这边呢，我要导入进来的这个文件，我是一个 X-T 的，那我选择了第二个在这一边呢，我可以呢就把这个今天日期，我今天所要讲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分模步骤把这一个产品三维给它导入进来，选择它，直接呢选择点确定。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目前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导入进来了，对不对？可以按这一个 Ctrl 加 F 把这个产品呢给它显示居中一下，就是目前我所打开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一个产品呢是在我的一个模具图里面拿出来的在我模具图里面拿过来的这个产品的话这个产品的话，它在模具图里面拿出来的，那肯定就是它所摆的这一个方向能够正常出模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我拿到这个产品，首先我要去干嘛？我要去检查我的这个产品它是如何去摆的，哪一个面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前模面，哪一个面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后模面。在这一边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可以看到呢，其实前后模的面很好区分，就是我们产品外观面它是一个前模面，然后产品的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非外观面，我们也称之为的就是一个 AB 面， A 面就是一个外观面，
B 面呢就是我们，你像这一些就是这个产品这一些里面的这些精微啊，这些珠子啊，它肯定这个面这个方向它肯定是朝我们的一个后膜，这个以上的呢它是朝我们的这一个前膜啊。好，那我在这一边的话，我们通常 U 级里面把这一个 G 方向干嘛呢？把这一个 G 方向作为我们一个前后膜的一个方向啊。G 方向作为我们的一个前膜方向，负 GC 方向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后膜方向。为什么我们在 U 级里面，为什么其实它这边有3个方向，对不对？它有 GC 方向，有 YC 方向，有 XC 方向。为什么这3个方向我们要去以这一个 GC 方向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开模方向呢？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用到的一些就是外挂，你像常用到的椰秀啊，然后汇正啊，然后新创啊，像最早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个福波啊，它这一个外挂里面它所识别的一个什么方向呢？你比如说我调一套模架出来。它就是以我们这个 GC 方向作为一个前模方向来去给它去摆好的。所以说在这一边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我们就以这一个 GC 方向来作为我们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开模方向。那我再去分析我这个产品，就是我再去判断我这个产品它是否有没有去摆正的一个状态。那我在这一边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 GC 方向看这个产品呢，它是否有没有去与我们这个 GC 方向呢去摆好。我现在目前呢就是按这一个 F8，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我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摆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通过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说它产品一个异形的，我们在这一边呢就会去通过我们的一个软件分析去分析我们的一个产品前后模。好，首先点击分析，然后选择到形状，选择到斜率，在这一边我们去干嘛？我们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开模方向。开模方向的话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一个 GC 方向，对不对？那我选择了 GC 方向，选好 GC 方向之后啊，在这一边点击确定。点击确定，我们最小值干嘛呢？最小值这里呢，我去给它输入负0.5，然后最大值呢输入正0.5，然后在这一边干嘛？增减的话我们保持0不变啊，增减的话保持0不变，然后在这一边啊，我们去框选我们的这个产品。很多同学刚开始进入到这一个面分析啊，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会出现于就是这个产品呢，我看上去这一个产品我看上去它为什么就是一个线框的一个模式？直接进入到这里，因为在我们面分析这一边像我们好像现在我们听课的有一个同学前几天好像就让我远程过这一个问题就是在面分析里面去拉的这一个分析面，它所出现的一个什么情况呢？拉的这个分析面它就是一个线框的模式，在这一个面分析这里我们要去给它要去框选我们的这一个产品，框选产品之后直接点击确定。我们不离不弃讲到了这一个0.5和0.05的这一个区别。0.05和0.5，它是0.5度，在我们这一个行业是50个丝，你0.05它是5个丝的一个区别5个丝和50个丝的一个区别。在这里的话，我们刚才所产品分析的这一个位置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的玫红色面和蓝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是我们的一个分型线。在这里我所输入的这一个0.5它是干嘛的？像如果说听过我们其他公开课的兄弟们，那可能说我们其他老师，青宇老师晴天老师他们所输入的这个数值呢，可能说是负0.1或者负1或者正1，这一个数值它只是代表的我们产品的一个斜度比方说现在目前我的这一个玫红色面它所有这一边显示的这个玫红色的面，它是我们0.5度以上的，
所有超过0.5度以上的它是玫红色面，然后反方向蓝色面的，同样的它只是我们这个负 JC 方向的，就是我们反方向的同样的也是0.5度以上啊，0.5度以上它是我们的这一个后膜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去区分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区分我的这一个产品的这个玫红色面和蓝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是我们要做的这一个分析面。我们进入到这一个面分析，只是说去区分我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膜的一个斜度，所有后续的一个操作，我们都是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带边着色里面去完成的。直接按我们的这个鼠标右键可以去任意的去切换呢，那我要去切换到面分析，然后我要去切换到我的这个带边着色，都可以去进行切换的啊。所有的后面的你像近焦啊、顶出啊、水路啊，所有的结构都是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带边着色里面去完成的啊。好，在这里的话，那我就知道我通过我的这个面分析这一个命令啊，我知道我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模是怎么去走的，对不对？况且的话，我还能知道干嘛呢？我还能去判断，就是我这个产品呢，它能不能够正常的一个出模。比方说我们产品它没有摆正的一个状态，那比方说我把这个产品呢，我任意的我去给它来摆一个角度啊，我任意的去给它去摆一个角度。任意的去摆一个角度之后，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我这个产品，我随便再按这个 F8哦，它现在其实我这样子看，我看我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刚才的分型线是在这一条线，对不对？但现在我的这一个呢，它是这个蓝色面了。然后这个面呢，它又是这个蓝色面，然后这一边呢，它又是这一个前膜面啊，又是这个玫红色的这个面。然后我们反过来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呢，这边呢又有这个蓝色面，又有这个蓝色面。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哦，我们的后膜面呢，它这个位置呢，它就有这个玫红色面。当我们看到这种产品，就是它的这个颜色玫红色和蓝色特别错乱的话，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判断我的这一个产品它没有摆正的一个状态，没有去摆正的一个状态哦，没有就相当于没有这个产品它没摆正，我要去给它摆正我们的这一个产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在分模之前，首先第一步我要去给它学会去干嘛？我要学会去把这个产品去给它进行摆正。摆正就是把我们这个产品呢，它随着我们的这个 JC 方向，也就是我们的上下模方向啊，能够正常的一个出模。像现在目前这种呢，就这边呢是玫红色，然后呢这边是玫红色，然后后膜的这一块呢，就是全部呢都是这一个蓝色的哦，都是这一个蓝色的。然后我们在面分析这个这里面能够看到，就是它中间的话，它有这个绿色面哦。绿色面的话，它相当于呢是我们产品的一个问题点，它就相当于我们产品的问题点，我们要去给它后续就是前期不是后续，前期做这一个 DFM 报告的时候，要去跟客户去沟通好的，就是你这个绿色面呢要去增加斜度，要么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边做模具设计的，我们把产品呢去进行自己去进行把模，要么呢就是客户那边呢改好产品发给你好，然后的话，那我们在这一边回到我们的一个带边着色，回到带边着色之后，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干嘛呢？在这一个位置我就可以来去做分析面了，对不对？做分析面的方法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沿着它的这条线呢去做这个分析面。如果说细心的同学可能说发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回到这个面分析就是这个圆柱子的这一块。圆柱子这一块，我们本身的分析线是在这个下面的，对不对？但是我的这个圆柱子呢，它这个上面呢，它有这个蓝色的，就是我横色线以上的本身是出前膜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目前我的前膜面，它有我们蓝色面的，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就是产品倒扣，它正常随着我们这个 JC 方向出不了模，对不对？这种情况。那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它就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摆正，你现在目前这个产品，你只能去随着这个方向去摆正，你不可能说把这个柱子去给它再去给它去摆一下，
你把这个柱子给它摆的能够随我们这些方向去正常出模的，但是你其他的东西那肯定就是你其他位置它正常出不了模了。所以说这一整局部的一个倒扣呢，我们要去给它做我们模具里面的一个结构，就是做滑块的一个处理啊。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一块也给它的包起来，做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滑块就好了。这种位置我们先分模，就是先把这个前后模先给它去分开来啊。后续的话，这一个滑块我们单独的去给它来做一个这一个处理就好了。好，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来做分析面。做分析面的方法有很多新手包括雨田那个时候在练习这个分模的时候，那同样的也是刚开始呢，广它3021我们会去给它干嘛？我们会用到这一个拉伸的这一个命令，是不是？那你直接拉伸的命令很好去选你直接来选择它的这条线，然后再去呢选择你要拉伸的这一个方向，特别快。你像这里呢，给它来去拉伸，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呢给它去拉伸，像这种就是局部的一条一条的呢给它去拉伸出来也可以干嘛呢？也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在过滤器这边去选择这一个镶切曲线给它去进行拉伸，对不对？也可以直接呢，像这边呢，可以直接选择。但是镶切曲线的话，它就是把你所有一圈的这一个曲线呢，给它去进行拉伸的在这一边有一个这一个小技巧我们可以选择到后面的这一个更多，点击它，点击更多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链之间可以去给它来勾选一下，然后呢再去关闭。在这一边呢，你可能说你可以去可以去指定呢你这一边起始的这条线，然后比如说呢我指定我终止的这一条线，它所给你去干嘛？它所重新再去选一次没有选好。用到这个拉伸的这个命令，它就是可以去干嘛？可以去指定你，比方说我就按这一边的线按这一条线，然后呢，点击这个更多，然后链直接关闭一下，选择呢第一条，然后再去呢选择，比如说选择这一边的这一条它就是把你所选的第一条和你选的最后一条，它可以呢，就是把你局部的这中间它所连接起来的这一条线给它整体给它来选择到，整体给它去选择到。拉伸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首先要考虑到一个点，这一个产品就是呢这一个面，然后呢这一边的这个面，我们上面的分析面肯定往上面去做，对不对？下面的这个分析面肯定往下面去做，对不对？然后左边的呢肯定往左边，然后右边的呢肯定往右边，就是它会朝着就是4个方向去给它去做。这样子的话，可能说呢，就是相对应的就是会比较麻烦。直接呢，你要去选择不同的4个方向。我们还可以去用到一个什么命令呢？还可以去用到我们一个延伸片体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呢，也总结的就是8个字：能延不拉。我们能做延伸，不做拉伸然后我们能做碰穿，就是能碰不擦；能做碰穿呢，我们不做擦穿。这个分子说的可以帮下忙吗？帮什么忙分子。主播 PP 材料放多少？这一个 PP 材料要根据你的这个厂家，不同的厂家它可能它的这个范围会不一样像 PP 材料一般就是通常是13%到18%左右，就是这一个范围内。不同的厂家它可能会有一点区别刚才的话我们还讲到一个什么呢？还讲到直接可以去干嘛？直接可以去用到延伸片体的这一个命令去给它去进行延伸，对不对？延伸片体，因为目前我这一边我这一边是用到的一个10.0的 UG，10.0的 UG 我要先去抽取我的这个产品的这一个面，要去给它去进行抽取那我在这一边要先把我们的这一个面去给它来抽取出来你们用到的是 UG 什么版本？是有用12.0的同学吗？如果说用12.0，那就不需要来去抽取这一个产品的这个面，直接用到我们延伸片体，它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直接去选择它可以去延伸这一个实体的。像这个位置我整体给它去延伸出来
延伸出来之后，抽取出来之后，我再用到嘞我们延伸片体的这一个命令啊，选择它，然后嘞，像这边呢，现在我就只需要去干嘛？我只要需要就是选择我的这个分析面的这条线就可以了，它整圈呢就给我嘞延伸出去了。其实这个产品它的分析面比较简单哦，直接就是基本上跟一个平面一样，把整个的一个轮廓呢稍微给它做大一点点啊。稍微给它做大点点，给它的延伸出来。像这种的话，它延伸出来一把刀一样的。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软件，我们刚才所延伸的这个距离太长了哦，所延伸的这个距离太长，到时候我们把这一边去给它去修剪掉就好了。直接把这一块去给它把多余的去给它去修剪掉就好了。我们延伸片体这一个命令哦，它其实在这个位置，我刚才没有跟你们去讲到，延伸片体它有这个这个体输出它有3个选项，这3个选项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刚才所需延伸的是什么？我延伸为圆片体。就是我这个产品本身，我把这一个面去给它去抽取出来了，我整体呢就是根据这一个面去给它来去进行延伸，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什么命令？相当于我们 UG 里面的一个扩大面的一个命令，它是把我们产品原本的这一个面呢，给它来扩大出去。还有我们第2个选项，呢，延伸为新面。比方说我把这个位置我去给它的延伸一段出去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好，点击确定。好，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看上去好像它是分为2个单独的一个片体，对不对？它2个单独的一个片体，我整体呢我去给它呢，我移出一下参数啊，移出一下参数之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再点击这个产品，它是不是它和我们所延伸出去这个大的这个片体，它已经完成了我们 UG 哪一个命令？完成了我们 UG 里面缝合的这一个命令啊，完成了这一个缝合的这个命令，就把这张面呢和这张面2张面呢给它已经呢补到一起了。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它会有这么一条线，就是做出来一个新的一个片体，但是它和我们原有的这一个片体呢，它还是呢缝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一个延伸为新面去延伸出来的啊。那比方说我再次呢延伸为新片体，那我同样的我就沿这一边啊，延伸为新片体。好，直接来点击确定。延伸为新片体，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啊，那现在我2个面它的一个颜色都不一样，对不对？那就说明呢，它是延伸出来的呢一个新的一个片体，一个完整的一个新的一个片体，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就是我们延伸片体的这3个选项哦。哎，我刚才退回去了啊，再去重新去选一下，一圈的嘞，给它来进行延伸出去啊，包括嘞下面的这个位置。那我这边我就选择这个延伸为新片体好了。像我们所讲到的一个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就是实体加片体的分模方法。你延伸为新面也可以，你延伸为这一个圆片体呢也是可以的。你如果说你是用到这一个片体单独的只是用到一个片体分模，那你在这边你就只能去延伸为这个新片体了，因为到时候片体分模你还需要去把所有前模面去给它呢去抽取出来，和我们的这个分析面去给它去进行缝合。好，直接在这边呢，我们把这个面呢我抽取出来之后我延伸之后，然后你像这个方向的呢，我们也可以来去给它去进行延伸。这个方向也可以来去给它去进行延伸。然后另外的像这种位置这一种位置，其实它的这个分析面我要去取决于我要去看我的分析面是走上面的这条线还是走下面的这条线，对不对？要取决于我这一个产品它的一个斜度，对不对？那我在这一边呢，因为我现在我通过这个颜色我也看不出来，我回到这一个面分析回到面分析里面，我可以看到呢我这个产品呢，我的这个分析面它是走这一条线的，玫红色是出前模的，对不对？那就把上面的这一块呢，它和我们这一边它是分到前模的，分析面呢它是走这一边的这条线的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延伸出来的这个片体啊，包括我们拉伸出来的这种片体，它所就做出来的这个片体，因为我们没有去通过这一个分析里面没有去给它去框选，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不管是做实体还是做片体，它都是这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线框的一个模式，没有关系。我们回到这边的一个带边找色，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用到我们的一个拉伸命令啊。选择它，选择这一圈的这个线啊，然后去指定我们要拉伸的这一个方向。然后你像这种位置呢，这种位置我们一样的可以呢选择它。这种我就只能去选择单条曲线了啊，来选择它。另外的这一边也是一样的啊，两边其实这个产品它两边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状态，包括像这个位置嘞。去给它来选择我们要拉伸的这一个方向。好，整体移出一下参数，这个命令的话可以去设置自己的一个快捷键移出参数，因为基本上我们画的模具图是不带参的，所以说这个经常会用到这个命令，可以去设置自己的一个快捷键啊。在这一边的话，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这一边这个片体啊，它跟一把刀一样，那我要去给它去修剪掉，对不对？修剪片体的话。那我们肯定你要去修剪，那你肯定就想到这个修剪片体的这个命令，对不对？修剪片体的话，它在这一边，它肯定要去根据你的一条辅助线呢，去把这一边呢去给它去修剪掉。那说明目前我的这一个片体呢还不够大，那我们在这边呢用到这个延伸片体，这一个不够大，那我要去给它就是把我的一个圆片体给它去加大，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去选择呢这一个延伸为圆片体，把原有的这一个片体呢，我们去给它去加大，这个方向呢去给它去加大，然后反方向呢这个方向呢去给它去加大，再用到一个什么呢？再用到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修剪片体的一个命令了，选择我们的这一个片体，然后再去呢选择我们的这一条线，直接来点击确定，然后同样的方法啊，把这一边呢选择这个下面的。直接呢，给它来把它修剪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刚才所出现的这个就是多面的一个情况，它把这一块去给它去修剪掉了，是不是？好，整体的话，我们整体干嘛呢？整体我现在我所有外圈的分析面全部已经做好了。我原本抽取出来的就是我10.0 UG 版本抽取出来的这一整片体，我可以去给它局部的去给它去删掉了可以直接给它去删掉了。你如果说你要去给它跟我们黄色的这个外圈的分析面去缝合起来呢，也可以。这个片体要与不要它都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黄色的这一个分析面好，整圈的这一个面呢，我们去给它来进行删除掉。删除掉之后，再把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和面呢单独的去拿出来。分模最后面我们是一刀去给它去劈开的，一刀去给它去劈开的这一个面就是现在它还是零零碎碎的一张一张的这一个面，是不是？零零碎碎的一张一张的面，我们要给它去干嘛呢？要给它去整体去缝合起来整体呢，我们给它来缝合起来一张面。缝合起来一张面，现在我点击它，现在好像呢，它还是零零碎碎一张一张的。其实我刚才已经使用到了这个缝合命令的这一步，是不是？我再次点击这个缝合，然后我再点呢，它就是一张面的一个显示。这一步的话，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给它来去进行移除参数没有去进行移除参数，把我们产品和面呢拿出来。那现在我一点呢，移除参数之后。现在一点，我这一个面呢，它就是一张面了然后在这一边，我今天所讲到的就是实体和片体相结合的一个分模方法。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针尖的这个位置我除了我这个大孔，我可以去给它去把这个面去做出来。这一些小孔的这个位置，我可以呢全部给它用到实体，给它去读起来全部可以去给它用到实体去读起来在这个位置的话要不要优化一下分析面？好多都是一条横线，没有横线这个分析面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去判断
我们的分析面它是好与坏很好区分。那比方说像我这个产品，我本身呢，它是一张面，是不是？我产品这里是一张面，那我延伸出去的肯定就是一张面。你像这种位置呢，延伸出去呢是一张面，一张面。你如果说当你这一条线，它原本你产品上面它是一张面，你这一边你做出来的这个分析面，它有好几张面，那像这种就需要去进行优化了。你像这种这个产品，基本上你像我这边呢，这边可以呢，就是一个大面的一个情况，一个大面的一个情况。你像这边呢，它整体它就是一个大面，就是你的这一个起始方向跟这个终止方向，它的方向要一样，而且它的这个面的一个数量要一样。里面的这个分析面，我同样的，你像这种它其实跟我们外面的它是一种情况。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就是我的分析面呢，从这边走，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面分析回到我们的一个面分析，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分析面呢，它是呈玫红色面和蓝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对不对？你像这种绿色面这一个面的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前后模的一个擦穿角度。前后模擦穿角度这一个面是需要去给它去干嘛的？需要去增加斜度的因为这一节课的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去分享如何去改这个产品去进行拔模了，我直接就按这个分析面的这条线去给它去做好了好，回到我们的一个带边着色，在这里的话呢，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呢，跟我们刚才一样，去把这个一圈的这一个面呢去抽取出来。如果说用到12.0的同学，那直接就用到这个延伸片体去给它把这个片体去给它去延伸好了像这一边呢，去给它呢延伸出来，抽取出来，然后再用到我们一个延伸片体的一个命令延伸为新片体好了。把这个片体呢，像这边呢，是不是已经延伸出来了？然后这种位置呢，是不是已经延伸出来了？然后两边的估计就有点麻烦两边的像这边不知道就是它所延伸过来的跟我们另外的对不对得上对得上的话那就好做，我给它的延伸大一点，应该是一个对得上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产品它好像是一个两边对称的一个状态，可以对上好，用到这一个修剪片体嘞。因为我所延伸出来的，它这一段它超过了我的这个交位，对不对？它甚至超过到这一边来了，我要沿着它的这条边呢，去给它呢去修剪掉把这一边去给它去修剪掉。好，然后去把这几张面呢，去给它去缝合起来。所有的这几张面呢，去给它去缝合起来，我们再去单独的去检查一下这一张面，就是它的这个面与面之间，不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延伸出去的，它有没有这一个分析？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个分析里面，选择到检查几何体然后再去干嘛？再去狂选我的这一张面，好，点击这一个检查几何体，这个面相交呢，它已经通过了。然后高亮显示这一个片体边界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这个你的外圈你外圈你没有去把外面去连接起来的，你肯定这个片体边界它还是有这一个横点。如果说你这个面相交，就是你的面与面之间，就是这种中间的位置它出现了我们这一种红色的这个点，那就说明呢你这个面与面之间，要么就是出现一个干涉的一个情况，要么的话就是你的面与面之间呢，它中间的话有这一个分析的存在好，再把我们的我里面的这一个分析面也做好了里面的分析面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来去给它呢，就是把这一些小孔位置全部给它呢用到实体分模，就是实体呢给它去读起来。这一种圆孔其实很好读，是不是？你要去判断我这个圆孔呢，它是出在我们的这一个前模呢，还是出在我们的这一个后模？像这种位置，来这个它是一个绿色面，它可以出前模。绿色面的话，它是一个直身面，它是在我们的前后模中间的，它是可以去出前模。
也可以呢去除后膜。那我这一边呢能够去除后膜的，那尽量的呢就给它去除后膜，因为它放到这一个前膜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粘前膜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前膜胶位它比后膜胶位多的一个情况下啊，那我这边我全部给它呢用到这个实体给它去读啊，给它呢创建一个方块这是不是就是补面？我们也不算是补面吧，这个就相当。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步是干嘛呢？我们所做的这一步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分模要去把这一个模具给它去分开。里面不能读孔，不做分析面。你如果说纯片体的，就是片体分模的话，它这种就是你这种里面的一个小孔，它就是用到这一个片体去给它去读的就不是用实体给它去读。我现在目前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实体加片体，我外圈的呢就是全部用片体，然后里面的这一些小的呢，我去用到这一个实体。首先的话讲一下一个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给它去进行，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面。很多同学他可能说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在这里啪啪啪啪，就是把这些孔把这些就是外圈的这些面去给它去读起来。首先的话，我们模具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步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我在这边呢，我去给它呢创建一个这一个方块，我随便就是创建一个就是我内膜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方块。比如说这个内膜看上去还有点小，这个间隙我给它留一个40到50差不多，这个产品比较大。然后的话我在这边呢，我去给它呢用到球擦的这一个命令。球擦的话，我这边我要去给它勾选这一个保存工具因为我产品我肯定还要保留的。像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同学，他就是分模，他分着他把产品给不见了。我们模具设计是干嘛？我们是为了去给它呢，就是制作一套生产这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具，就是一个模子，要去给它呢。你像这边呢，我刚才呢，我这一块体，我把这个产品拿走我现在我的这一个体呢，就是要把里面的一个形状要去做出来。但是目前我们在电脑里面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在电脑里面所看到的呢，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它是能够去看到这一个产品的一个胶位，但是现实生活中，在这一边我们把这边呢，我去给它呢放成这一个实体，放实体线我说的是里面最大的孔用实体读，不做分析面也可以也可以，里面的那个孔同样的也是可以去用实体去读，但是你用实体去读的话，你也要去把这一个面去给它呢去做出来，因为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异形的，你去做的这个方块，那你要么就是用到替换面，你要去替好几下也可以。其实这一个分模方法有很多，取决于呢，就是你自己去试用到哪一种，然后你自己用哪一种的这一个速度呢会比较快。像我们的这一个分模课程里面所讲到的分模方法就很多，然后就是跟你自己去选择。刚才我所讲到就是我们一个前后模，现在就是我现在所打开的这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现实生活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铁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现在我从我的这个铁的每一个面，我都看不到我的这一个产品的这一个胶位，那我同样的我也不能去把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一个胶位呢，去给它去加工出来。所以说呢，就有了我们分模的这一步，我们去干嘛呢？我们去把这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一个片体去将我的这个体呢，给它一分为二，分为我们的一个前模，分为我们的一个后模。
反过来的啊，这个是前模啊，分为前后模，就是给它分成2块。所以说我们模具就是有一个前模，有一个后模，2块的一盒。包括你像如果说要用到这一个产品需要去出结构的啊，那就不是只有1、2块，因为我们像这个产品，我们两边呢还有2个滑块的部分，要去给它去做这个结构的。先把这个前后模先去给它去分开来哦。你像这种要去给它来劈成2半，这种小圆孔啊，还差这2个，我这2个小圆孔呢给它去读起来，这个间隙呢给它输入0。先把这些小圆孔呢，现在目前我创建的是方块，是不是？我要去给它把这个圆的去做出来。再用到我们这个求差的这个命令，选择这个方块，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好，直接的点击应用。同样的这一边也是选择方块，然后选择产品，直接的点应用。另外的这个方向也是就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样的。我要把我的这个方块呢去变成圆形的，把我增建的这个圆孔相当于用实体给它去读起来。好，所有的产品的小圆孔读起来之后，然后另外的其实这个产品就是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就是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去做分析面。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它有2种这一个补孔的方式。有第一种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在这边就是以这一个面作为一个插穿面把它插下来，然后点应用，然后以这一个面把它就是以这一个面它作为一个插穿面，把这个面去给它就是分析面，它是整体的，像这边它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整体这一个圆角它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的相当于是我们上面的这一个面作为一个插穿面，插穿面它的一个角度就有要求因为前后模我们不光是你的前后模，还是你的这个模具里面，因为你前后模它是要运动的。你比方说现在目前的这一块是我的这个前模这个上面是我的这个前模，然后这一块是我的这个后模。我们前后模它2块合模的这个情况，你这一个面如果说它是一个直身的，它是一个0对0碰穿的，那这个面它长时间的话，这个面尤其是分交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会出现这种跑披风的这一个情况。所以说这种我们对于这种插穿面，它的角度是有要求的，必须要做到一个2度到3度之间，2度到3度之间，根据这一个面的一个高低去判断。当然能够做斜度越大，那肯定尽量的去给它去做大。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在这边可以回到这个面分析回到我们的这个面分析可以看到目前的话这一个面它是一个绿色面。绿色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分析里面的这个颜色，绿色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斜度的没有任何斜度，就是我这个面，我如果说我要以这一个面来做插穿角度，我的绿色面必须要去进行一个拔模，2度到3度之间要去给它增加这一个斜度。这个就是第一种我们的这个插穿，就是以这一个面，它的一个要求就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要把这一个面去给它改成2度到3度的这一个斜度。产品怎么去改？那我们做模具设计的，我们不可能说任意的去改他们的产品的我们每改他们产品某一个点，我们都要去跟客户去沟通好，因为产品是人家的，人家他们才说了算。我刚才所讲到的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孔它的一个补的一个方式，那它是以哪个方向呢？就是以我们下面的这一个面，我去给它把这一个面就是以下面的这个面作为一个插穿面，然后另外的像这种的位置这种位置我去把这个面，就是这个面它就是一个碰穿的了，它就是一个碰穿的了。你像这种位置翻过来看到翻过来可以看到，就是以我们这一个面下面的这张面去做一个碰穿角度。这一个产品
刚开始这一个产品其实是我们老师就是在外面就是上班之前就是已经生产过的一套模具啊，那个时候跟客户去沟通的这个模具图我还在哦，可以打开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时候去沟通的就是这个产品呢，就是它上面的那个外光面它是不允许去改这一个斜度的，应该是这一套。来，像这个嘞，它是以什么嘞？它就是以我们下面的这一个面去作为这个擦穿面的嘞，以我们下面的这个面去作为擦穿面，没有去以我们上面的这一个面，它上面这个面它不能去增加太大的一个斜度，因为增加一个2-3度，它相差很大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面我们拉伸出来看一下，比方说我在这一边，我去给它用到这个曲线呢，给它去拉伸一张面上去啊，拉伸一张面上去，然后再去给它来通过这一个拔模啊，拔一个-2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上下的这个高低的一个落差，把这一个面稍微给它延伸大一点啊，延伸为这一个圆片体。来，像这种呢，这种我们可以去测量呢，比方说呢，测量这个点到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点，相差一个2-3个毫米，我就拔了一个2度的斜度，拔了一个2度的一个斜度，相差2-3个毫米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它不同意去改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分模分的是以第2种方案，就是以我们下面的这一个面，那我对于下面的这个面，我就可以来任意的去给它去增加这个斜度了，对不对？那这一边我就直接去用到我们实体去给它把这一个孔给它去堵起来啊。实体怎么去堵？先呢创建一个方块，跟我们刚才堵圆孔一样的啊，创建一个方块。创建一个方块之后哦，在这边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替换面了，把这一个面呢，就是把我们这个面呢踢到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这个作为擦穿面的这个位置来，然后上面的这个顶面踢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面来，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面呢，去踢到这个产品的这个面来嘞。好，然后在我们的这一个拐角位置哦。在拐角位置，我们移出一下参数，记忆我主页里面有视频的啊，主页里面有视频的。好，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圆角处啊，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这个圆角，这边它还有个圆角，对不对？我们要在这边要去给它导出这个产品相应大的一个圆角。如果说我们可以第一种，那我就选择来测量这个圆角，然后呢把这个圆角导一个13的这个圆角，再去给它用到编导圆给它去导，是不是？还有一种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哦，我们可以在这一边的启动里面所有应用模块哦。它有一个这一个参考圆角的这个命令呢，来选择它，参考圆角，选择呢我这个圆角面，然后再去选择呢我要导圆角的这一条边，好，直接来点击确定，直接点击确定啊。有没有补面的？有的呀，这一个有的呀，你可以进一下粉丝团哦。可以进一下粉丝团，可以进一下粉丝团找我啊。好，然后我这个圆角我已经导出来了，对不对？已经导出来了这个圆角，我们在这一个反方向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它还有一个这个斜角的一个面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我去替换面，我怎么去替呢？我替换面，我如果说把这一张面去替到这个斜角，它这边它本身它就有2张面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里还要一步干嘛呢？就是你先呢意识一下，去导一个这个 C 角单条曲线，去把这个呢去导一个这个 C 角的这个面，然后呢用到这个面去呢替平到我们产品的这个面，去给大家去进行替换啊。来，现在就是以我们下面的这一个面呢来作为这一个擦穿角度，这个位置已经读好了啊。这一个位置已经读好了，那现在因为我两边产品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状态，我可以把我的这一个体呀，可以去给它把它镜像过去了。直接我去把我这一边的这个体用到我们这一个变换，然后选择呢这个体，然后再去干嘛呢？再去通过一个平面镜像，我选择自动判断我的这个外形的两边的这个面。你这样子去给它来复制一个，你要去判断就是你的这个产品它肯定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状态。你的这个产品它肯定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状态啊，两边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有我们这两个小圆孔呢，像这边呢给它读起来，然后反方向的这个圆孔呢给它来读起来。像这种的话，因为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圆孔的这个分形面，它是在里面的这个面，现在我创建出来的这个圆孔，看到没有？它是一个超出来的一个状态。那我在这边呢，先去替换之后再去求差哦。像这边呢，替换之后，再用到我们求差的这一个命令，选择这个体和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点击确定啊，然后在这一边呢选择这个体，然后呢选择这个产品呢，再点击确定。好，整体移出一下参数啊。好，移出一下参数，在这一边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去干嘛？现在就可以来去分模了啊。可以来分模了，直接干嘛呢？直接现在我已经这个体已经和我的产品求差了，和我们赌的这一些小实体啊，全部再次的给它去求差，选择体，然后呢再去选择框选一下，选择我们所有赌的这一些实体，然后现在我把这一个体呢和产品求差完之后，和我们这一些小的这一些补的这些孔啊去求差了。现在我就可以来去分模了啊，直接用到我们拆分体这一个命令，选择这一个体，然后再去选择呢选择我们的这个面或平面啊，选择里面的分析面，选择呢外面的这个分析面，好，直接点击确定。看到没有？这个目前的话就是这个前后模已经分开的一个状态了啊，前后模已经分开了一个状态。好，整体的移出一下参数。求差哦，求差也可以哦。求差的话，你只需要去干嘛呢？只需要在这边呢，你选择这个体，你要下面去选择这个包含片体，它才能去选择到这个片体。所以说这个方法有很多，取决于呢你们喜欢去用到哪一种。这个片体的话，我可以去删掉，也可以呢放到我的一个垃圾图层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就是所赌的这一些小实体啊。它是前模的，跟前模的去合并；它是后模的呢，就跟后模去合并。你像这两个呢，是我滑块上面的，我就先呢给它收起来。然后这一些呢，就是所有的它是我们后模的。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圆柱子，它是后模的，是可以去做到后模，对不对？那我给它和我们后模去求和。你像包括呢这个大的，现在我所就是赌的这一块呢，就是它所后模所缺的这一块，直接用到这一个合并的一个命令呢，选择这个体，框选它，跟我们这一边呢去给它来合并起来，合并起来之后我们再干嘛呢？就是前后模你可以去给它来改一个颜色。选择到这一个常用工具里面，就是选择到设置对象颜色，在这边去改成你们喜欢的一个颜色啊。像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前模去改个粉红色啊，毕竟还是有一颗少女心的。我喜欢求差的这个命令的话，其实也可以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你反正就是根据这一个面去给它去分开来，像我们千羽老师，他就习惯性用到这一个求差命令。我们好多这一个学员，他分模，他也是就是后面就是直接的也是用到这个求差，不管你用求差或者拆分体差不多啊。
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好，接着我们再来去优化一下我们所分出来的这一个前后模。你像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嘞，我们按 F8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在后模其实我们看上去还好，但是在前模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嘞，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立角一样的，它是一个立角一样的。像这种位置，我们本身我们是沿着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一个方向，就是整体给它去延伸出来的，对不对？延伸出来的，像这种哦。这一整面我们可以干嘛嘞？我们可以去，就是你给它延伸出来一段啊，我们给它再做一个这个平面，去给它来做一个平面。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斜面，就是单单只靠这一个斜面，就是这个斜面，我们前后模合模的这个情况，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会出现一个，就是你前后模它会错位，它会前后模呢，它会比方说我把这个产品。它会左右这一个移动，就是这个面与面之间。所以说，你像这种，我们根据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斜度，给它嘞出来一段这个10个毫米的一个分交位，然后再去给它嘞做一段这个平面，直接把我们的这一个坐标给它放到这边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坐标，你看这边的这个坐标嘞，我大概现在我过来一个多少？过来一个大概10几个毫米，然后稍微的就是下来一点点啊。稍微下来一点，然后直接用到我们拆分体，选择我们的新建平面去给它嘞，以我们这个坐标方向 GC 方向嘞去给它去拆开来。拆开来之后，把这一块多的嘞，我给它嘞就补到我们的这个后模了，跟我们的后模嘞去给它嘞合并起来。跟我们后模去合并起来，然后前模这一边不要漏了一个点啊，前模这个位置你刚才去给它把它直接就是硬砍开的，砍开之后这一个就是这边的这一个，然后这边的这个嘞，你要去干嘛嘞？要去给它嘞合并起来的，要去给它合并起来的哦。像这种位置，我们还可以去测量一下。我们产品与这个面呢，大概你像有12个毫米，可以给它来导一个这个圆角，导一个圆角，那边导的一个10个毫米，然后我这一边呢，我就可以来导一个12个毫米，让圆角呢，就是圆角这种圆角可以去给它去避坑了，对不对？如果说做前跟的，那就知道，那我这边把这个圆角去给它去避坑了，它就不需要去给它这个面不需要去配了。反正它也不是我们的一个分交位置，这一边的话我们已经优化好了这一个位置，我们再来去给它干嘛嘞？再来去把我的这一个滑块局部的给它去分出来哦。滑块怎么去分？那在这一边，你像我们如果说直接在这一边呢，就是你这样子给它去做这么一个，那肯定我们这个产品呢，它这个位置呢，它会有2条线。就是会有这个夹线，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期也需要去跟客户去沟通好的。可以看一下这套模具啊，其实这个产品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呢，它是同意的哦，就是它在这边呢，你像包括这个上面的，它都没有跟着它的这个轮廓去走，像这边的它就直接会有3条线的一个存在。我把产品和我们的这个滑块单独的去拿出来啊，来，像这种位置嘞。我把这个线去抽取出来哦，用到这一个抽取曲线，像这一边，然后呢这个位置呢，这一边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就是这个产品它打出来之后，因为我这一边这一块我去让它干嘛？为什么要去做滑块？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这一个位置，它前后模倒扣，它随着我们的这个 GC 方向它出不了模，对不对？所以说局部的让我的这个滑块干嘛呢？让我做的这一个滑块啊，它朝我们的这个右边的方向去出，
就是这一个滑块前面，现在这个目前所做的就是滑块头部跟这个滑块柱子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滑块，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单独的，它的2块铁合模之间它会有这么一条这一个合模的这一个线，对不对？像这边的这边的这有这么一条线。这种位置的话，我们这一个曲线啊，就是会有这么几条线。如果说他不接受有这么几条线呢，其实他不接受也没办法。不接受呢，你除非说你的这个滑块，你只是说你这个线呢不是做到这个位置，那你除非说呢，这个就是沿着它的这个边，那可能说做到这一边，或者呢，你不可能说就是整个大面去包这个滑块，整只呢它会有这么一条这个线的。这个就是关系到就是客户他能不能去接受，所以说前期的一个沟通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去做那个 DFM 报告？因为你光嘴上去说，你后面就是你打出来的这个产品啊，你打出来的这个产品，那这边呢它有2条线，有3条线，那人家他拿到这个产品他不接受怎么办？那不接受，我前期我已经做了这一个报告，我有证据。我证据可以去拿出来。我那个时候呢就已经给你提过了，这边呢它是有这一个假线的一个产生，所以在这一边呢，我在这边我就是同样的是按这一边这样子去做哦。我可以呢去干嘛呢？给它创建一个方块，这个间隙呢给它稍微做大一点点哦，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给它去拉长一点，把这个滑块头部给它去做出来哦。这个位置给它去拉长一点，然后在我们上面的部分呢，去用到这个拉伸命令呢，去选择这一条曲线，然后再去选择呢我们反向的这一条曲线啊。好，用到我们的一个替换面命令呢，将我们的这一个面呢去踢平到我们的这一个所拉的这一个分析面这里。现在我就是这一边的上面的这条线，我就跟着它的这个圆角。这个边缘去走，然后现在我们的滑块两边可以去给它来把2个斜度，2个擦穿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两边呢，这两边我等会就是和产品球擦完之后再去给它去拔好了，这边给它去替换一下，好，然后这一边的这个面呢去替换一下，好，再用到这个球擦的这个命令呢和我们的产品去球擦哦。和产品去球擦，然后我们滑块的两边呢，用到这个拔模的方向就选择我们滑块出模的这个方向了。好，以这2条边呢，给它去拔一个角度，拔一个-3度啊，拔一个-3度。好，然后上面的部分呢，像这种我们就可以呢，给它稍微导一个圆角，不然它就太尖了的一个情况，对不对？稍微像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它呢去导一个圆角。导一个3个毫米，然后这个位置呢去给它呢导一个3个毫米的一个圆角。好，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所赌的这个实体这一块可以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所创建的这一个方块，我创建了一个大的一个方块，就是我的一个滑块头部，我已经把这一个坑里面的这个料位呢，已经给它去补出来了啊。好，把我们前模呢拿出来。前模拿出来之后，再用到这个球擦的命令呢，将我的这一个体呢给它去进行球擦。球擦完之后哦，把我的这一个体呢去用到这一个通过我的这个平面选择自动判断，因为我两边的滑块我是一样的，我给它镜像过去。好，再和我们另外一部分呢去给它来进行球擦哦。再和我们另外一部分去进行球擦，好，然后现在我的这2个体呢，它就是我的这一个滑块的这个头部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做我们的这一个滑块的一个座子啊，就是做滑块的一个结构了。整体的其实这个产品的一个分模呢，那已经不管是一个前后模分模，还是一个滑块的一个分模，已经分好的一个状态了啊。目前是已经一个分好的一个状态。